你那把琴，好帅啊！可以教教我吗？教我！你很有眼光嘛，摇滚很棒吧，超帅的吧？不过就算要教你，你也得先有一把同样的琴才行啊。这样吧，我给你一张图纸，你先去炼制一把趁手的琴。竟然是如此宝贵的图纸，我会一辈子珍惜的，师傅。喂，是我先来的。啊，有什么关系嘛？这小子是谁？敢来砸我的场子！三皇子，我们斗了这么久，结果却是给别人做了嫁衣。你什么意思？相识这么久，你见天琴女表情如此丰富过吗？你难道就这么甘心让那个家伙染指天琴女吗？我只告诫你一句，最好别招惹那位。好，你知道他的身份？不知道，只是一种直觉。不能惹。哼，即便他是不朽道统传人又怎样？我也是盘武神朝的皇子，定要让他为今日之事付出代价。公子请。多谢。公子愿意赴约，是小女的荣幸。你似乎有问题想问我，既然拿了你的仙缘，自然要解答你的疑惑。话说你不穿那身红色衣服了吗？我还挺喜欢的。那是宗门制服，只有出现在正式场合时才会穿。他是不是在咂嘴？公子为何知道我心有疑惑？自然是你的琴音告诉我的。小姐，你为何要举办斗琴会？我有2个麻烦的追求者，分别是万宝商户的少主，以及盘武神朝的三皇子。仙武琴宗不算特别强大的宗门，至少无法和盘武神朝以及万宝商户这2个庞然大物相提并论。因此，不论我心中作何感想，至少在明面上，我不能得罪这2位公子哥。某一天，2位公子哥给我出了个难题，他们将300块仙元作为礼物送给了我。300块仙元，即便放在各个不朽势力中，也是一笔可观的财富。问题出在，小小的仙武琴宗受不起这份财富。如果真的收下这些仙元，那我很快就会沦为他们的玩物。所以我必须想办法，把这300块仙元丢出去。我想，你大概从一开始就没想过要赢，所以你弹奏的才会是霓裳羽衣曲。公子慧眼如炬，霓裳羽衣曲为本宗的立派之曲，但那是需要整个乐团进行合奏的舞曲，更是为了取悦听众而被编织出来的舞乐。而你的疑惑，便是与这曲子有关。公子为何而弹琴呢？畅快。今夜闻君一曲，心中久违地充满了畅快之感，而我却靡靡之音。我并非是为了追求这种声音才选择琴的。有位前辈曾教导我，不必拘泥于形制，琴之一道，以心入定。修士弹奏的不是琴，而是心，是修士的人生。这是霓裳羽衣曲。来者何人？亮出宗令。在下韩觉，是一介散修，炼气境9层，想要拜入玉清宗，不知可有门路？三灵根。音压很低，如泣如诉，仿佛旅人在长夜中思念故乡。好完美的曲子。小姐，大音希声，何在乎于曲，在乎于琴。大皇，这附近真的有公子的居所吗？总感觉好偏僻啊。天琴女有约，我不好拒绝。你先回我的宅院休息，大皇会为你带路。
听说他要留到宴会之后才离开，一时激动就提出接下来的时间都当他的导游。没想到他真的答应了，我是不是不该这么冒进啊？和陌生男子一起住1个月，我到底在想什么啊？可是人家钱都付了。不是说这里没其他人吗？谁？今晚多谢公子解惑。不客气，愿姑娘早日走出迷障。公子真的不在庄内歇息吗？啊，不必。既然得到了仙缘，我想尽快修炼。既如此，也不便挽留。夜深路重，恐有蛇鼠虫蚁作祟，公子当心。无妨，我自有分寸。蛇虫鼠蚁之流，不足为患。那么，后会有期。后会有期。血杀剑术，幽冥天的刺客。这小子的气运不过归一境，竟然敢如此靠近河道境的我！去死吧！哎呀，小心啊！指甲太长的话，不是很容易裂开吗？话又说回来，你的小伙伴还挺多呀。果然呐，之前我就觉得眼熟，你是那个倒霉的秦天后活下来的独女秦轩，对吧？你是和杨盘称兄道弟，甚至帮他掩盖罪行的混账皇子。你是和那个白衣小子一起行动的吧？告诉我，他是谁？我并不知道他的名字，我只是给他带路的向导罢了。不肯说实话。干什么？没见过毛歹人吗？不过你们来的正好，大爷我憋了一天，正愁没地方发泄呢。这到底是什么情况？明明所有人的修为境界都在他之上，为什么会被他完全碾压？他到底是何方神圣？他到底是个什么怪物？哟，好像只有你还活着呀，真坚强。你是他们的首领吗？所以是谁派你们来的？我懂了，出于职业道德不好说是吧？是我冒犯了。那么得罪了，我还没有直接对人使用过这招呢。时至今日，有必要对此进行说明。虽然一直在使用，但极少人有发现君逍遥的这门大神通。那是君逍遥3岁时打碎太岳古碑，创造万古极境时获得的天道赐符。这是门能够淬炼神魂的强大法门，其名为混沌神魔观降法。脑子里有什么东西进来了！快停下！救命啊！这门功法能将人的元神拖入混沌，经受混沌的反复折磨，几乎没有人能抵抗这来自混沌的诱惑。凡中招者，只有被混沌同化这一条归路。感觉如何？超棒的！我已经嗨得不行嘞！所以是谁派你来的？是盘武神朝的三皇子要买你的命嘞！哦，那万宝商会的少主没参与吗？没有，
委托我们的只有三皇子嘞。知道了，回去吧，记得把你的兄弟们都带回去。哎，好说好说，反正我已经完了，就和兄弟们一起上路嘞。唉，三皇子，哼，这盘武神朝还真是从上到下都不把人命当回事。不止盘武神朝，我早知道的。这个世界既没有王法，也没有天理，所以犯不着生气。好，决定了，等这边的事情了结后，就把这个三皇子抓去挂城墙，就挂在杨盘隔壁。哦，老大，你回来了。这里是盘武神朝的三皇子，他来找您的麻烦了。他护道人挺厉害，把他捞走了，不然我高低得给他两爪子。果然应该现在就去把他抓来挂城墙。是君家的车队来了，快放行！恭迎君家贵客大驾光临！哇，不愧是荒古君家，真威风啊！若我也投胎到君家该有多好啊！话说，怎么没有看到君家神子的座驾呀？站住！那边的人，你包裹的这么严实干什么？摘下兜帽，让我们检查。为何不拦刚才的车队，只拦我？只是例行检查罢了。那可是荒古君家的车队。这小子，居然敢拿自己同君家相提并论。这样可以了吧？好强的气势！怕是哪个不朽势力的天骄隐姓埋名来凑热闹的。啊，可以，您请进。我们只是例行检查，希望不要见怪。哼，可恨，可恨，可恨！区区看门小吏，竟然也敢看不起我！没关系，快了，这种日子很快就结束了。我会成为盘武神朝的驸马，不论是杨盘还是君逍遥，都将被我踩在脚下。赵兄，此次大宴你看好哪位后生？自是君家神子啦，冠军侯也不错。不好说，据说北帝王家也来人了。若是那位少帝的话，殿下，今天是您选驸马的日子，应该开心一些啊。身不由己，又怎能开心呢？殿下也不必太过失落，那些年轻俊杰里，说不定就有能配上公主的呢。哼，年轻俊杰，谁？杨盘吗？我知道的。所谓的比武招亲择驸马，不过是父王给杨盘铺的路。父王想借由我，将杨盘彻底绑死在盘武神朝的王族阵营里，就因为他得到了那把盘皇生灵剑。盘皇生灵剑？没错，那就是盘武神主力捧杨盘的原因。这盘皇剑本为盘武大帝的正道帝兵，帝兵一动，可震裂九霄寰宇，可覆灭八方星域。换句话说，帝兵就是各大不朽道统的底蕴之所在。但盘武大帝的后人是帮不争气的废物，不但在内斗中将好好的盘皇剑一分为三，还将3块碎片都弄丢了。直到杨盘得到那块生灵碎片后，他们才重新找到帝兵的线索。所以盘武神主并不见得有多看重这个杨盘，他只是想利用杨盘，为他寻找遗失的帝兵的线索。没错，因此只要咱们也能找到盘皇剑的线索，不，只要你能将杨盘手中那块盘皇剑碎片夺回来，你也可以成为盘武神朝的冠军侯。明月，再等我一会儿，我一定会把你从这个牢笼中解救出来的。可恶！
东西比想象中更难啊！你都摆弄这东西半个月了，还不如你原本的琴呢。我愚蠢的偷偷哟，你不懂，你根本不懂我当时的震撼。是我不懂，我就知道你天天弹棉花，搞得我半个月都没睡好了。要是让我撞见教你这玩意儿的人，我非得揍他一顿不可。哎，你这是吃醋了吗？我们家小玄一吃醋了吗？哎呀！咋了，老大？没什么，就是感觉有人在背后念叨我。话说现在是什么时间了43刻。时间正好，我也该去赴约了。赴约？紫禁之巅，宵小有约，你也一起去吧。不想看杨盘付出代价吗？好多人呢！上次君家设宴都没这么热闹。乐离，不要乱跑。没事没事，我有分寸。小妹妹，像你这样到处乱窜，可是会被坏人抓走的哦。乐离，不可胡闹！是他先惹我的。这位是君家的仗剑公子吧？圣依小姐，好久不见啊！什么嘛，又是君家的人，戏弄我很好玩吗？我错了，洛离小姐，脚下留情。君家已经到了，也就是说，逍遥他果然……公子并未同我们一起行动，我也不知道他现在在哪儿。不过以公子的性格，应当是不会失约的。啊？那小子真打算来争这个驸马？哼，胆子挺大嘛！明明和我有婚约。这话没法接呀。那个洛离姑娘，好久不见，今天天气真好啊。你哪位？这似曾相识的反应，我的存在感就那么稀薄吗？我是叶星云啊，我们见过的。有事吗？那个，我前不久学了一首曲子，可以弹给你听吗？好麻烦。是冠军侯，神朝的冠军侯来了。这就是神朝冠军侯吗？气息果然强大。是啊，百闻不如一见。虽说这冠军侯名声不怎么好，但实力是真的强。他身上的是天芒角神铠吧？那可是神装。据说他还有一柄伤芒神枪。果然没有出现。看来我还是高看了君逍遥啊！哇，他长得好像一只大甲虫哎！你这么一说，确实有点像。江家的掌上明珠，果然容貌非凡。收起你那恶心的眼神，想打！说的对洛离姑娘无礼。你什么意思？是觉得我自己应付不了吗？一边去，我跟你很熟吗？不好意思啊，下意识就……这是当着本侯爷的面在秀，去死吧！吼吼！非但不逃走，反而向我冲过来了吗？但是就这样向我冲过来，真的好吗？是伤芒神枪，小心呐！小子，你完了！这是……天上，快看天上！好可怕的威能！是何方大能出手了？
啊！哟，星云兄，没事吧？果然是逍遥兄。呦呦呦，星云兄几天不见，怎么变拉了呀？居然差点被人2招拿下呢！那是他不讲武德突然发难，我只是有点猝不及防。总觉得这张脸有点眼熟，好像在哪里见过，在哪里？啊，是俊逍遥。也对，能这样扭来扭去的，好像也只有他了。我还是假装不认识吧。